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颜控，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啊，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啊，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啊，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啊，你1个月月薪啊，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他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啊，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啊。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啊，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啊，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啊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啊，以前呢这人相亲啊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啊，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今天唠嗑局啊，给人介绍对象这事吧，我也有很迷茫的时候。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啊，前2天的时候有一个客户啊给我打电话，他说啊姐，你得帮我介绍对象，我这辈子都能记得你。哎，我一听啊，一辈子可别用啊，我要是一辈子被人惦记啊，我那睡觉都不踏实。我问他，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情况。他张口就说呀，我99年的没工作，就是帮父母看看店之类的。哎，我很好奇啊，问他看什么店？哎呀，他问我呀，你是问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目前我们家在全球啊100多家店。哎呀，那一瞬间啊，我是真的以为他在吹牛逼啊。小伙子，这人得诚实，你想找对象光靠说虚的，那找不来好的的。他听了之后啊，就跟我说我在质疑他。我说我不是质疑你，是我能接触到的这个层级这么高了，突然来个金字塔的顶端，
我要不质疑你啊，那就说明我现在还在做梦游呢。他说姐，你要是说我骗你啊，那我确实骗你了。我家除了很多店，还有很多的产业遍布全球，小到纺织，大到信息产业。哎呀，听得我呀，那咱是不服啊！我也是从小在村里骑牛长大的人。这小伙子边跟我聊天，边呼呼的给我发一堆照片，在我耳边嘛，我那手机在我这声音边上叮叮叮的响。打开一看，哎呀，开劳斯莱斯的，坐直升飞机的，国外哪个山滑雪的，头等舱5星级套房的，还有一堆在秀场和明星的合影。那一瞬间突然觉得是我肤浅了，还是我见识少了呀？我这会儿是真的信了，然后就特别疑惑的提出了我的问题：你都这么个条件了，你想要啥样的呀？他娓娓道来，我要求不高，人只要看着顺眼，性格好，家里有个几个亿就行。哎呀妈呀，咱这一听完呀，你这不纯要我的命吗？你这几个亿让我给你介绍几个亿的，我有那人脉圈子，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他能跟我混吗？我说呀，我这人能力有限，介绍不了。他说他的圈子里，该见的都见了，不是他看上别人的，别人看不上他，就是别人看上他的，他看不上别人。相亲整的特别抑郁也很自卑，想找一些新鲜的资源。大兄弟，你要自卑我怎么办？钻地缝里要我给你找几个亿的，那太难为人了呀。他说那放低要求吧，几千万的也行。我问他是现金几千万还是估值几千万，他来了句那肯定是流动资金的呀，那要是固定的，那几千万的人太多了。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完了。好歹呢我也认识2位，我问他有一个姑娘比你大3岁行不行？他说不行，我哄也得愿意哄个年龄小的。有个同岁的，家里在国内是做服装电商的，他说不行，两家的实力不匹配，圈子也不容。然后我又突然想起了有一位家里条件很好找我做情感咨询的女孩子绝对的白富美。她一听很是开心，很愿意我就把她的照片给了这个女孩子人女方就回了一句没眼缘，拒了吧。完了，我已尽力男士听完呢很是郁闷，我又不差钱，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哥们儿，你不差钱，人家也不差钱他们要么想找个比自己能力还强的，要么找个自己更加喜欢的，要么你就找个差钱他的眼里只有你。男士不愿意我还是希望能找个身家几个亿的，有合适你就告诉我。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我那许愿池的上档次了，几个亿的让我介绍几个亿的，哎呀，这许愿池这么大的格局从来没想象过。谁说有钱人天天开心他们也愁为啥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的。相亲面前大家起点都一样的，你有钱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这一瞬间感觉世道有时候还真挺公平。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她说她有对象，问我还来得及吗？我当时有点懵的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她说自己53周岁，名校硕士，企业高管，车房都有，存款也有7位数。听完呢，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这一辈子没结婚也没生孩子。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他又跟我说了他以前的一些事情，经过他本人的允许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多岁呢，他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两人同学谈了2年多的感情。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现在想想那个男朋友是他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兄弟多，工作也不好，说什么也不愿意。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男方自尊心很强，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去了南方发展。后来呢，女方毕业分配就当了学校老师。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当官的有钱的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家里就劝他物质条件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肯低头。男方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人也聪明考上大学，读了本科，读研究生，一时风光无限。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他就开始挑挑拣拣，看谁的条件更好谁的性格更合适，谁长得更帅等等。最后是没一个看上的，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是会被笑话的。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可自己又很不甘心随便找一个，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
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人很好，自己呢也比较吃苦，就开公司，有车有房子，条件也很好，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他就特别纠结啊，哎呀，想着条件好啊，矮就矮吧。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提出了分手。男方呢也留过几次，但是没有留住，就没有再找他了。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有的是男方原因，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啊，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只要是人啊，这个合适，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离婚的也行，别挑了。但这姑娘却觉得呀，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工作是公务员，铁饭碗，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父母得有退休等等。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他能看上的，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后面呀，他干脆直接摆烂，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那不如不结了，就加入了不婚主义。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他就是不想结婚。不是自己不想，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也喜欢他的，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可是找不到啊。后来呢，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在他48岁那年，他的母亲生病，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去年呢，他的父亲也因为脑溢血走了。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啊。分完之后呢，这没了父母，大家走动就更少了。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以前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现在也没有人说了，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他特别害怕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好在呢，现在收入还可以，攒了很多钱，他也不敢花太多，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大家互相精神鼓励，互相说着无儿无女，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你到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论酸甜苦辣，不论生老病死，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